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最近我有个新想法，那就是写一些关于我个人经历的小故事，然后制作成视频，帮助你们学习更加常用的汉语表达方式。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在工厂工作的经历。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还不错，算是个好学生，老师也很喜欢我。但到了初中，新增的几门科目，我的成绩很差，尤其是英语和物理，所以我没有考上高中，也就没有机会去上大学了。初中毕业后，我去了一家技术学校上学，选的专业是数控。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数控，我是随便选的。基本上我是浪费了2年的时间，什么也没学到。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一般都会被送去工厂工作。2008年毕业后，我就去了江苏省的一家工厂当普工。他们是生产电脑电路板的，那是家规模很大的工厂。他们当时有8000多个员工。工厂所在的小镇也因为这家庞大的工厂富裕起来。我的工作是测试产品是否合格。我们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会倒一次班。也就是说，这个月我上白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那下个月我就上夜班，夜班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上夜班很不习惯，特别是刚开始的几天。到了凌晨3、4点的时候，就特别困，想睡觉，眼睛都睁不开，一直打哈欠，站在那儿像僵尸一样，但又不能睡，于是就偷偷跑去厕所睡几分钟。幸运的是，工厂里的同事
大部分都是同龄人，所以很合得来。每天上班都有说有笑，很开心。我是站着工作的，每天站12个小时，有时候脚会起水泡，很痛很痛。有的员工是坐着上班的，可每天坐12个小时，屁股又会痛。所以，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上班，都不舒服。我最期待的是吃饭时间，因为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我可怜的脚，然后享受美食。工厂里有食堂，饭菜还可以，但吃多了就觉得不好吃了。每个月交30元，也就是一天1块钱，就可以免费在食堂吃3顿饭，好便宜哦。当时因为环保，禁止了使用一次性筷子，工厂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餐具，一双筷子和一个勺子，然后我们每天去上班就带着它们，吃饭的时候用一下，吃完后洗干净，下次再用。工厂会给每个员工发一张卡，这张卡可是万能的，上班下班都要打卡。财务部也是根据打卡的记录给我们发工资，而且吃饭、进厂还有进宿舍都是要用这张卡的，所以这张卡是绝对不能丢的。在工厂里上班根本不需要买衣服，因为每天要穿工作服，甚至工作鞋。我们有员工宿舍，每个月的费用是50元，一个宿舍里住8个人。很多人以为只有男生不爱干净，其实不是的。我们宿舍里的很多女生也是特别的脏，衣柜里的衣服乱七八糟，有时候也不洗衣服，臭死了。宿舍里是没有私人浴室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公共浴室里面洗澡。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公共浴室里有很多个小隔间，大家都是在小隔间里洗澡，但没有门，所以互相能看到对方的裸体。我第一次走进去洗澡的时候，被吓到跑回宿舍了，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裸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而我那时才18岁，所以很害羞。每次洗澡都会要么很早去，要么很晚去，因为不好意思在那么多人面前脱衣服。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习惯了，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能力赚钱。我记得底薪是750元，再加上加班费，每个月的工资是介于1000到2000块。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够花。每次发了工资，我都会去超市买很多很多的零食吃，像饼干、辣的食物，大部分是不健康的食品。1年之后，我发现我竟然胖了5公斤，脸都圆了很多。我觉得在工厂工作的1年时间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太累了，特别受不了上夜班，而且担心经常熬夜会影响健康，所以1年后我就辞职了。那辞职后的故事，我下次再跟你们讲。我们下期再见，拜拜。